表哥，不，你会死的！我宁愿翻身自毁，也不会让你珍惜。我也会死的！不要，表哥！表哥，表哥！这就疼了。这比起你的所作所为，不及10000000分之1。表哥！你真的要杀我了，表哥！谁？王爷，为什么要急？王爷，怎么是你？王爷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梦都是假的，不必当真。他们也说梦是假的，可是越国覆灭，皇兄被杀，伯父惨死，这些都变成了真的。不会的，这些都过去了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不会了，不会变好了，他们都离开了我，就剩我一个，就剩我一个人。王爷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表亲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和师兄还要回万仙门复命，下次重聚，说不定就是海远之时了。同舟，我也得走了。追雨峰的师父师姐还在等我消息，况且我还要找老头子师傅，实在不宜久留。李飞，再多留几日，我可以帮你找师傅的。李飞既已决定离开，去留还是要看他的意思。你。祁同舟，你疯了吗？同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入魔之效。梵天之网。
待我灵力精进，修成术法，他便永远不会被人所伤，包括我。多亏先生们发现的及时啊！那海派妖女冒名顶替，在我们这里潜伏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必定是想偷我们山派的秘籍法宝，真是诡计多端呢。海派妖人就喜欢修这些歪门邪道的法术，难怪他身上有魔气。先生们未必也太软弱了，对于这等妖人，就应该严刑逼供，看看他们是否另有所图。这位女夫子可是教了我们几个月的术法课。 照你这意思，那我们都成了修炼歪门邪道的妖人喽？是啊，这林先生平日是严厉了些，但也从来没害过咱们。不仅悉心教导，上次试炼还帮了我们呢。既然院长都没发话，我看有些人就别心怀偏见，落井下石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你们把居心叵测的妖孽叫做师傅，怎么？难不成？ 你们也想要跟魔族勾结？我是说，如今情况未明，你不要随便污蔑好人。好人？哼！当年海允灭世，各仙门为了抵御魔族，牺牲了多少的人？现在海派公然御妖物炼魔器，与魔族为伍的人能是什么好人？凡是跟魔族牵扯的，都是异类妖孽。表哥。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当年魔族入侵，中土仙门死伤殆尽，星镇馆长老除2人外全数牺牲。海派却是立场模糊，未遭大劫。他们固然不是敌人，但也不可亲近。夜叉下落，你们是有什么先祖死在了夜叉之手吗？ 想找他复仇？哼，我们只是想知道魔君在哪儿。500年前，他便魂飞魄散了。若夜叉还活着，岂会容许自己的断脚成为我们海派的法器？说起来，你们高卢一族对待魔族的态度素来暧昧不明。 听闻上次海陨时，便有高卢弟子试图穿过山海结界，难不成你们和魔族有什么渊源？既是先祖遗命，神君魂魄怕是不会轻易消散。且再慢慢寻吧。谁？歌林。 我说练狗怎么找不到人？原来阿姐跟叶哥都在这儿。不是说好3个人在一起吗？为什么你们每次都不叫我？并非故意不叫你，是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怕你担心。我也不是故意要知道你们秘密的。 我也担心你们啊，格林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家人间能有什么错呀？那是什么？左丘先生，阿娇一时糊涂跑来书院闯祸。 是我没有约束好这个女儿，沈先生，之前是我意志不坚，恐自己不能护她周全，而今我已明白，瞻前顾后、优柔寡断，那才是伤人之身。严凡愿遵从本心，随阿娇前往东海，倾尽余生，护她喜乐。
元凡，左权先生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山派海派之分，本就是人心之偏见。若是有心冲破这层藩篱，也未尝不是一段佳话呀。阿娇不是海派妖女吗？莫先生怎么会跟她在一起啊？莫先生真走了，那以后谁教我练棋啊？布师兄不是说了吗？海允在即，山海两派当同心协力，联手御敌。而且也说了，结业的时候呢，东海会派人来招弟子，到时候还有机会见面的。去东海见？胡说胡说，怎么可能联手呢？莫先生是新政馆的高徒，断不会和妖女苟同的。他一定是被妖女迷惑了心神。表哥，我们还是将此事告诉玄山伯父吧。可是伯父已经知道了。那他恕我愧对师恩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新政馆的弟子。你们真的和好了？我将与阿娇前往东海，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会是何时。临走之前，帮你们把千香引解了吧。你要解千香引？外袍里的温度。反正要分开了，留着也没用，解了正好。劳烦先生。怎么？奇怪，解不开，执念未消，牵引难解。你们三人分明对彼此都有情谊。你就是不死心是吧？算了。若只是一方无情，那也是能解的。解不开，恰恰正是你们三人对彼此都有情谊。少年人总会看不清自己的心。师兄好。哎，格林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
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哎，李飞，你上次说去吴月亭有把握吗？吴月亭呢，可是天下第一仙门，有些人天赋平平，灵力有时候呢又使不上劲儿，这样还妄想进吴月亭啊？起码我们凭本事闯一闯，不像某些人要靠关系。靠关系，我们本就是天皇贵胄，理应进新政馆。倒是你们，高卢得罪了龙明座，你觉得现在哪个仙门还愿意收你们？你，哎呀，怎么？我说错了？哼，并非所有修仙门派都怕龙明座，也并非所有修仙之人都是趋炎附势之辈。我听说西周有一新兴门派地藏门，善行遁，通变化，收了许多高卢故国之人呢。修远，你打算去哪儿？我回去温书了。李飞，李飞，李飞，这个你拿着。什么东西啊？龙栖凤鳞？什么龙啊凤啊的，皇家信物啊！你拿着它去越国，就如同鹰王亲临，做什么事情都方便些。好端端的我去越国干啥？黎飞，你去吴月亭不就是为了找你师傅吗？可是找师傅不一定非要你去吴月亭啊，我就可以帮你找。你在越国等我消息。我的皇兄呢，人和善又热心，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随你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的。为什么？拿着。找师傅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能假手于人的。拿着。李飞，我找到师傅之后，就要跟师傅回青丘了。再说你不是有自己的事情吗？你得去新政馆，把那些什么玄门、化门那些对你有意见的，通通收服。你还要把越国跟新政馆发扬光大呢。可是我愿意为了你。我不愿意。同舟，你是王爷，身上背负那么多重担跟期望，但是我不一样。我就想跟师傅过普通的日子，有吃有喝，寿终正寝。咱们终究不是同路人的。那现在不愿意，以后呢？万一以后改变心意了？以后你去了新政馆，那些什么公主仙女都围着你转，你到时候肯定乐不思蜀，先忘了我的。千香为引，雏凤为证，我绝不会忘了你。只不过是年少时的一段玩闹，哪值得记住终生啊？鹰王爷，待新政馆成为天下第一仙门之时，我小棒槌定会上门讨杯水酒，贺你前程似锦，成万世之业。表哥，那龙栖凤鳞是给将来的鹰王妃的，你为什么给江离妃啊？因为我喜欢她。你喜欢她？你喜欢她什么呀？她没家世没本事，又粗鲁，她还贪财呢。哼！兰雅，她真的和别人不一样。我从未有那么迫切的想跟一个人在一起过。表哥，皇兄早就默许了我们的婚约了，你要娶的人难道不是我吗？再说了，你心里想着他有什么用？他心里根本就不想着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
他一定是给你使了什么下三滥的江湖手段，给你贴了迷魂咒，对不对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文雅，坐好。表哥，你仔细想想嘛，我跟你10多年的情谊了，你跟他才不过区1年都不到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先去准备结业考试吧。还准备什么呀？我英王妃都当不成了，还考什么？不考了。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有本事能全虚全影的把那小子给救回来。青丘这个地方果然是颇有神通啊。青丘呢，确实是人杰地灵，不然我那大师兄怎么会如此天纵英才、玉树临风呢？您说对吧，霍先生？说的不错啊，先生果然认识我师兄。我师兄，他在哪儿？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五岳亭几千个弟子，谁知道哪个是你大师兄啊？升亭，五岳亭。你就死心吧，你是找不到他的。童长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啊，唯心未成，欲为前也。这样，意思就是你当摒弃烦念，在练气的同时，意念要集中在呼吸上，排除杂念，方能达到。当融会贯通之时呢，即使不注意呼吸，也能自然达到气贯丹田的效果。你可以的，我看好你。坐下。啊？说吧，星镇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怎么躲修远跟躲瘟神一样？没事，就是分开了，往后都不用凑一块儿了。还说没事？这同生共死的伙伴情是说分就能分的。等书院结业，大家也都各奔前程。天下仙门那么多，同舟要去星镇馆，我要去五岳亭。至于雷修远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，迟早要分开，迟分不如早分。迟分不如早分吗？哎，丽妃，你怎么又要去五岳亭啊？五岳亭有我师父的线索。再说了，上次秦师兄和岳师姐来，感觉人挺好的。总感觉你有事瞒着我。哎呀，先别说我了，你呢？你跟昌月以后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唉。我剑术不如叶哥，法术也不如阿锦，只怕以后也是要分开的。哎，干嘛妄自菲薄啊？哎，听说你跟着莫先生学炼气之术就很好啊。才学了点皮毛而已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对嘛，路还长着呢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什么都不想，好好用功，争取早日去到我们心仪的仙门。好。好，你们突然去星镇馆，我便猜到这件事情与鲁大哥有关。想当年，母亲是让他去保护你的。鲁大哥，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了？是我连累了我大哥，我罪不容恕。修远，你别太自责了。这件事情，我虽然不知道缘由，但是我知道，鲁大哥的在天之灵肯定希望你能好好的。逝者已矣，那往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弥补过错，替大哥报仇。报仇？那仇人是谁？
新政馆，还是龙明座？你不必知道。修远，修远，人生在世，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。既然错已铸成，那假以时日，终有化解的那一天。就像我们当年，我是完全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，但我却任由你代替我去死，我何尝没有错？可是今天，我们还能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聊天。对了，黎飞要去五月亭了。五月亭？你来做什么？我帮你进五月亭。不需要。我查过了，进五月亭只有2个途径：一是通过内门弟子引荐进外门；二是通过书院考核，得长老首肯进内门。但五月亭已经10多年来没有招过内门弟子了。然后呢？所以我帮你，多一个人多一分胜算。身边多个被辞之人，到底是胜算还是负累？我不会再负。那是你的事情，别再跟着我。我不会放手的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会去找你。你不就是仗着他吗？你觉得有千香引牵绊，我们之间就还有可能？那我现在就结了他。放开！一定要结吗？是。别伤自己，我随你去见莫先生。跟我走，否则休怪我来硬的。林先生，哪儿来的魔族之物？你到底是谁？
竟然是夜叉之脚。夜叉之脚？难道是画本里的魔君夜叉？没错，当年海允一战，魔君被斩去双脚，被东海万仙门沈先生捡去一只，此物蕴含魔气，可御妖物。据说被沈先生制成了配饰，赠与爱女阿娇防身。不知阿娇姑娘乔装至此，有何目的啊？不错，我确实是沈家妖女，真的灵幽在哪儿？都叫我妖女了，自然被我关在妖精洞里，被我折磨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喽。阿娇，别胡说，你根本不会这样做，为何要说这些狠话？你以为你亲过我，便了解我吗？严凡，你先带阿娇姑娘去戒律阁，等找到林幽，再行处置。是。修远，你上前来。你们千难万险才到今日，即便亲人不在了，也要珍惜自己的身子。以后，就算遇到难以解决之事，也未尝没有回旋之余地呀。多谢先生教诲。先生，那妖女狡诈，我担心莫先生心软，我想去看看。去吧。你先在此委屈一下，我会跟院长说明情况。你是为了我才……不要在旁边啰里吧嗦，要么随我回东海与我成亲，要么赶紧滚。你一会儿要逼人成亲，一会儿要让莫先生滚，到底几个意思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若非你们两个坏我好事，我岂会被关在这儿？明明是你坏我的事。先生，我想解千香饮，他也同意。一会儿心意相通，一会儿又翻脸不认。我也想问问你几个意思啊？做人嘛，本来就要拿得起放得下，总好不弄人死缠烂打。什么放下？不过是薄情负心、只配始乱终弃的借口罢了。是也不是？你口口声声说莫先生负心，难道你们在一起过？自然。3年前，我嫌东海修行无趣，独自前往缺山，想抓个妖兽当灵宠，却不慎中了妖毒，险些丧命。那一刻，我方知何谓一见倾心。我们东海女子素来豪爽洒脱，只要是喜爱，就会大胆追求。
我只当京城所致，两情相悦。没想到第2日，他却留书离开，说要回行政馆禀告师尊后再做答复。可这一去，竟再无消息。我只好去行政馆找他。